韩国一位老人每天把别人丢弃的垃圾收集到家中，一些老年人喜欢捡垃圾补贴家用也算正常，但不正常的是，这位老人的2层小楼竟然囤积了整整150吨垃圾。起居只能蜷缩在狭小的空间里，进出也只能从垃圾山里爬上爬下。老人并没有强迫性囤积症，也不是以回收垃圾为生，他做这一切的原因令人心酸不已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香港百度。2021年，韩国一档节目收到了一些居民的求助，说他们邻居的家中堆满了垃圾，希望他们去帮忙协调一下。节目组到达现场后，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，2层的小楼基本被掩埋，如果不是红瓦屋顶，很难看出垃圾山下还藏着一栋房子。震惊之余，一位老人蹒跚着从2楼窗户大小的洞口中爬了出来。经过节目组努力，老人接受了采访。他告诉记者，自己名叫崔洪植，75岁，有个老伴儿。他收集的宝贝都是别人丢弃的东西，但他并不以捡垃圾为生，只是放到家里囤着。但为什么囤，老人并没有告知。随后，节目组得到崔洪植的同意进屋参观，即便有了心理准备，记者还是被吓到了。院内堆满了垃圾，完全没有下脚的地儿，跌跌撞撞爬到屋内，巨大的灰尘和刺鼻的臭味又让记者不停地咳嗽。屋里的垃圾从1层堆到2层，一直顶到天花板。除了目之所及捡垃圾的震惊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人三观炸裂，也揭开了老人囤积垃圾背后的故事。参观期间，垃圾堆里传来了奇怪的动静，接着一位肥硕的中年男子探出头来，嘴里还说着逻辑不清的话。原来他是崔洪植的儿子崔永宗，他并没有智力问题，而且还上过大学，只是毕业后就一直家里蹲，不工作不社交，上一次出门还是1年前。这就是崔洪植疯狂捡垃圾的原因，他需要养活这个40岁的巨婴。崔洪植担心自己离世后儿子生活无法自理，就囤着这些垃圾，以便让他走投无路之时还能靠卖废品为生。父亲用心良苦，儿子却不领情，甘心啃老，躲在屋里做一个温室里的垃圾。经过一番沟通，老人终于同意清理垃圾。结果226名志愿者经过1个星期的努力，才把150吨垃圾清理干净。房子变干净了，但崔永宗头脑里的垃圾什么时候才能变干净呢？这或许才是最难清理。在韩国，跟崔永宗一样的啃老族不在少数。据韩联社报道，截止2020年11月，韩国20岁以上人口4156.8万人，其中靠父母生活的啃老族达到314万，也就是每13人就有1人啃老。而且30到49岁之间的啃老族也高达65万人。这个年龄段结婚早点的孩子都能出门打工了，他们却还在啃临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父母。啃老不但没有解决社会问题，反倒衍生出新的问题。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，但65岁以上老人的就业率高达 34.1%， 超420万老人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找工作，求职数量甚至超过了20来岁的毕业生。在中国同样有一群类似的人，豆瓣有个名叫家里蹲自救同盟的小组，目前57200组员，他们互称蹲友，有的是因为社会压力，有的是不愿与人交往，还有的单纯是不想工作，结果都选择长时间待在家里。除了一些学历低、求职受挫的蹲友外，有些蹲友的学历并不低，甚至还有文科硕士，蹲龄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。一位40岁的蹲友竟然在家待了21年。不过既然小组的名称是自救同盟，大部分蹲友也希望通过社会的关注和自己的努力能够成功脱蹲，因为他们也清楚这种状态看不到未来和希望，也为长时间消耗自己和家人而感到羞愧和罪恶。很多蹲友在积极的自我救赎，有的会记录自己找工作的过程，有的会贴上自己做外卖的收入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他们都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。但也有一群人，他们自称蹲子，同样是待在家里不工作，但不同的是他们甘愿如此，甚至把啃老当成是一种骄傲。下面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三观，大家做好心理准备。在某个贴吧，一些人分享自己啃老的经历，言语间满满的理所当然和有恃无恐。他们称父母是老东西、老家伙，把伸手要钱戏称为抱金币，甚至能说出父母不贤君体全这样的话。还有人俨然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模样，仿佛看透了社会运作的本质，工作就是被资本家剥削，不工作才是人间清醒。比如这个帖子，你们没劳肯，你们就是在酸我，白天睡觉，晚上玩手机，吃饭顿顿有肉，一辈子不打工，就是花父母的钱，劳动可耻。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头脑和四肢都健在的成年人说出的话。如果你以为这是因为他们家里有矿，有条件啃，那就错了。很多人的父母只是工薪阶层，甚至还有以种地为生的农民。一个女孩因为妈妈不给自己买苹果手机离家出走，最后妈妈只能把家里的牛卖掉换了5000块钱。可即便如此，女孩也并没有心疼妈妈，
只觉得老东西的金币没报够，他们像寄生虫一样吮吸着父母的鲜血。看到最后，我甚至怀疑这些人是真的三观不正，还是单纯的哗众取宠。当然，我宁愿是后者，因为我实在不忍想象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对本可以安享晚年，却还要为巨婴孩子疲于奔命的父母。除此之外，一种新型啃老也逐渐兴起，颇有泛滥之势。它不像传统啃老那么直接，而是打着努力的幌子行啃老之实。这个幌子可能是长期备战、考研、考公，注意是长期备战，少则3年，长则没边。也可能是觉得实力不允许自己打工，一门心思要创业挣大钱。有了这些借口，他们要钱也义正言辞，因为父母都愿意为孩子的伤心买单。我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，但发展一直不顺，一气之下辞职考公。起初还挺努力，但可能是目标太高，运气不好，一直没考上。后来慢慢就有了摆烂之嫌，明面上也在努力，但更多是做给父母看的。其实大把的时间和金钱都浪费在王者荣耀上。这眼看马上要过了考公的最大年龄，快瞒不住了，他又开始紧张起来。我一直觉得考研考公都是不错的出路，真要有备考的决心，要么是破釜沉舟，全身心投入，速战速决，要么是长期作战，合理规划时间精力，边工作边备考，不能是两个都要，又想不工作又想长期作战，那不如叫长期摆烂。其实啃老一直是东亚三国的共性问题，同样的竞争压力大，同样的生活成本高，同样的社会内卷严重，再加上这几年的疫情影响，真应了那句调侃，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拿韩国来说，虽然是亚洲少有的发达国家，但收入极不稳定，大学生失业率创下过超 10% 的记录，房价也居高不下。首尔的房价大概是14万每平，韩国人的年收入中位数是15万，也就是说，一个韩国人要不吃不喝93年，才能在首尔买一套100平的房子。这一点或许我们也感同身受。这3个国家的孩子一出生就背负了很多既定的目标，高考、就业、结婚、生育，翻过一座山，原以为到达了终点，不成想只是另一座山的起点。被现实鞭挞的体无完肤的年轻人，索性开启摆烂模式，不工作、不结婚、不生子。除了社会原因，家庭教育也难辞其咎。啃老族占比最高的年龄段，刚好与最初几代独生子女的时间相吻合。大多数孩子从小被父母宠爱，适应环境和独立生活的能力较低，再加上他们的成长过程完美享受了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，束缚惯了，自然接受不了1个月4000左右收入的落差感。而且由于中国特殊的教育观念，一些父母直到孩子长大也难以完全放手，不给孩子成长的机会。换句话说，被啃也是心甘情愿的。有钱的自然没问题，人家那叫继承家产，没钱的父母则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。他们干年轻人不愿干的苦力活，把微薄的收入都交给孩子，帮他们减轻压力。虽然所有人都默认养儿防老，但儿能否承担起养老的责任就不好说了。然后就是个人原因，除了身体疾病和心理障碍，其他原因比如工作不顺利、压力太大、不愿与人交往等，与其说是客观因素，不如说是自己为了安心啃老找到借口。外界压力再大，也不能转嫁给比自己更弱势的父母。不知道被啃的父母会不会有崔洪植老人一样的担心，自己100年之后孩子无法自理，只能用别人丢弃的垃圾填补内心的空洞，与其被巨婴消耗，真不如孤独终老。最后想说，啃老解决不了个人问题，更解决不了社会问题，它只是逃避现实的懦夫行为。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，即便把路走死了，从头开始，也比自飞双腿强得多。很多小伙伴觉得自己沟通能力差，是因为内向社恐，平常也不怎么说话。事实上，说得多跟会说话是两码事。一个人满嘴跑火车，你不仅不想听，甚至还会反感。但如果一个人3-5句话就能让你听进去，听得懂，并且认同，那他一定是个沟通高手。所以啊，不是咱们嘴笨话少，而是没找到技巧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星河百度。今天咱们聊聊如何不锻炼口才，不扩充词汇，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沟通能力。相信我，坚持看到最后，再老实的人也能轻松拿捏各种社交场合。咱们跟人沟通目的无非2个，让对方认同我们的观点，或者按我们说的做。但要达到这2个目的，关键不在于说什么，而在于怎么说。因为大多数人的立场和行为不是由道理决定的，而是由情绪决定的。对方不喜欢你，你再怎么努力也很难说服他。只有他认可你这个人，你的话他才会听。所以动之以理之前，要先晓之以情。你把他情绪搞定了，沟通也就成功了一半。充分表达尊重，
你可能会想，怎么聊天之前还得先给人磕一个？其实非常简单，给大家分享3个超好用的技巧。第一个，不吝赞美，就一个字儿，夸。我发现咱们就是比较内敛含蓄，不像那些外国人动不动就 nice good job。 但是话说回来，谁听到赞美的话不开心呢？别人喊我一声帅哥，我能高兴一整天。问题在于大家都太少去夸别人了，不过越稀有就越珍贵，这刚好创造了机会。别人不夸你去夸，不就显得你更会聊了？人都是相互的，你让他开心，他也会让你开心。这个时候你再提要求，是不是就容易多了？具体怎么夸呢？你可能会说，我嘴笨，只会卧槽牛逼。牛逼！其实不用什么高级词汇，咱们就记着2点：细节和对比。细节就是不要太笼统，你穿的真好看，跟今天的上衣显得你很白，太美了。很明显后面这句更真诚，也更让人开心，对吧？你要找不到细节没关系，咱就用对比。你今天穿的真好看，一般人可穿不出这种气质。你看前半句也挺笼统的，但是你加了一般人作为对比，瞬间就真诚了很多。如果你对比还不会，那就直接直男夸就行，毕竟别人都不夸，你夸了不管好不好都比别人强。所以沟通的时候你就多赞美对方的观点，即便对方说的话你不是完全同意，也不要着急否定，可以先局部肯定再否定，不然对方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你来一句我不同意，人家肯定不开心。你可以说你非常认同这几点，然后那几点你觉得可以怎么调整，这种沟通氛围就友好很多，对方也更愿意接受你的观点。第二个，肢体语言。以前别人找我沟通事情，我都是上来就说行说吧，这样也不是不妥。但之前公司有个领导，他就很会来事儿，他在跟别人沟通前会先说一句稍等下我把手机静音，就这么一个很小的动作，却传递了一个关键信息，别的都不重要，现在只跟你聊。这会让对方感觉被尊重了，那自己也会回应尊重。这个做法咱们还能迁移一下，聊着聊着来电话了，这个时候不要直接挂掉，而是接起来然后说晚点给你回过去，这会儿有重要事儿。这句话不是说给电话那头的人听的，而是说给跟你聊天的人。放心，他听了一定超级开心。在聊天过程中还可以注意一点，肢体语言同步，就是双方沟通时也会下意识地观察彼此。如果你的肢体动作跟对方同步，它会产生一种被共情的感觉，比如对方说的火热，身体不自觉前倾，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凑近一点，他就觉得你在用心听。千万不要他身体前倾，你站树后仰，那样多少有点尴尬，对吧？最后，当他说完一段话，你大可不必立即接话，而是思考1到2秒钟再反馈。这个简单的停顿，一来可以让你整理思路和语言，二来也能让对方觉得你在认真消化他说的内容，接下来你的话他也会重视起来。第三个，理解对方。如果沟通气氛不太对，比如对方表情逐渐失控，音调逐渐升高，这个时候咱不要跟他吵，直接动手。这个时候咱们要先接纳对方的负面情绪，把双方情绪拉回到安全范围内，再正向引导。举个例子，你经常加班回家晚，你老婆不开心了，跟你吵，天天不回家还过不过了。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触碰2个红线，一是让他理解你，他正气头上你还提要求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二是翻旧账，之前你不是也经常回来晚？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只能帮你叫救护车了。不管你要怎么解释，都可以先加一句我能理解你，我要是你我也生气，这样一句能解决很大问题。很多矛盾都是因为他觉得你不理解他，你觉得他不理解你，所以要消除矛盾，不管你理解不理解，都要表现出理解的样子，这样他就会觉得他的坏情绪被你接纳了，你们不是对立的，情绪也会变得缓和，然后你再解释一下原因，哄2句基本就没事了。情绪 OK 了，咱们再来聊聊情绪背后的事实。其实沟通有3个要素，这3个要素就像洋葱一样，最外面是情绪，中间是事实，最里面的咱们先卖个关子。很多沟通只停留在情绪层面，因为这一层就已经很冲了，聊不下去了。但情绪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些事实，这些事实也是影响情绪的元凶，所以搞定了对方的情绪，咱们就得说事儿了。这里也有2个技巧，第一个，只陈述不评论，就是通过观察陈述客观事实，有一说一，不吹不黑。比如孩子考试没及格，老爸说他没考好是事实，说他笨死了就是评论了。再比如你这周上班迟到2次，老板说你迟到2次，这是事实，说你经常迟到就是评论了。
事实不会引起争议，但评论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，而且评论哪有客观的，不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吗？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是来聊事儿的，而是来找茬的。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所以咱们在沟通的时候，尽量规避一些跟评论相关的词，比如笨、懒、坏这些负面形容词，或者总是、永远、每次这些模糊的频率副词。另外，即便是事实，也不要拿陈谷子烂芝麻当现在的论据，只要翻旧账就容易吵架。如果对方总是用过去时，你就引导到将来时。比如他抱怨上次那个项目失败是你的问题，你就回他，翻旧账对我们拿到新项目没有任何帮助，一句话让他闭嘴。第二个，保持开放性。沟通有个难点在于，你知道的事实跟对方知道的事实是有差异的，就像这样两个圈，重叠部分是你们的共识，不重叠的部分是彼此的盲区。盲区越大，沟通起来也就越困难。保持开放性沟通，就是让对方把他知道而你不知道的事实呈现出来，你好从中找到盲区，消除盲区。还拿上面的例子啊，孩子没及格，老爸说下次必须及格。你上班迟到，老板说再迟到扣薪水。这些话对方只能回答好或者不好，然后结束沟通。如果换成开放式沟通，老爸说咱们聊聊哪些题没有搞清楚，老板说生活上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，没准我可以帮你。这些话对方不仅听着舒服，而且能给你反馈事实，从而进一步沟通解决办法。具体怎么开放呢？咱们只需要记住两个关键词：一、问题开放。你的问题不要让对方只能回答是或否，而应该让对方多给你补充信息，像愿闻其详、展开说说、欢迎补充之类的。你要不想让对方说太多，至少也给人家几个选项。比如你约女朋友看电影，你想看科幻片，你问她看吗？她说不看，那就不好办了。你可以找两个她更不想选的选项，比如问她看科幻片、恐怖片还是战争片，她一想还是科幻片好点，这不就如你所愿了。二、避免自嗨。真正的沟通高手不是在沟通中让对方觉得他很牛，而是让对方觉得自己很牛。比如你跟别人聊一个电影，他问你喜不喜欢某个角色，你侃侃陈词说了半个小时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既然问了这个问题，他一定也有一些看法，而你独占了话语权，多少会让他有些无语。而且万一你的看法跟他相反，是不是就更尴尬了？你可以先简单说两句模糊的评价，然后把问题抛给他，再顺着他的看法衍生自己的观点，这样他就会觉得哇塞，你太懂我了，感觉碰到了知己。你们不仅聊得开心，关系也会越来越近。而且这个方法能让你跟所有人都聊得来，这恰好是情商极高的表现。双方都把事实摆出来之后，彼此的盲区也就越来越小。这个时候就到了沟通3要素的最后一个要素，目的。所有的沟通都是有目的的，达到了目的才算沟通完成。所以目的包裹在情绪和事实的里面，是洋葱的最里面。但到了这一层，你会发现它就像洋葱的芯儿一样，不仅不会又辣又冲，反而有点甜。一般人们在提要求的时候容易犯两个错误，一个是喜欢用通知甚至是命令的语气，我要什么结果你得怎么做，这总给人一种感觉，你在教我做事啊？没有人愿意被改变，我要听了你的话就意味着我被你打败了，我肯定不乐意。第二个错误是只有目标没有方案，前期沟通不具体，后期就容易扯皮。我说我通知你了，你说我没讲清楚。针对这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办法是统一立场，只需要在沟通目的时把你换成我们，目的的性质就变了，不再像是我丢给你的一个东西，而是我们站在统一战线去实现它。比如领导跟你说明早开会不能迟到，换成明早开会咱们都提前到。老婆对老公说你天天能不能回家早点，换成我们连一起吃晚饭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老爸对孩子说下次考试你必须及格，换成我们一起加油。怎么听都是后面那句更让人舒服，对方也更愿意接受，对吧？第二个办法是明确方案，就是在沟通目的时顺带把具体的执行方案也加上。上面这3句话再扩展一下，就是明早开会咱们都提前到，考虑到高峰期堵车，大家把闹钟调早半个小时，我们连一起吃晚饭的机会都没有了，不必要的应酬少去一些吧，如果临时加班至少也给我发个短信可以吗？我们一起加油，我看你物理的力学部分不太好，不如先从这儿开始练习，半个月咱们看看效果如何。这样说，你要的结果，对方怎么做以及做的时效都清清楚楚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你的要求下改变，
而是你们在一起想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所以也更愿意配合。卡耐基说过，你要说服别人同意你的观点，你就要让他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观点。也就是说，本质上没有人真正被别人说服，听或者不听都是他们自己的主动选择。上面这些方法就不需要咱们有多能说，说得多好，而是通过表达尊重，保持客观和开放，共建解决方案，先搞定跟我们沟通的那个人，在这个前提下再沟通其他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，对吧？有些消费不是深思熟虑千万不要碰。前一段散步的时候，我看别人搭帐篷露营，顿时心生羡慕，心想我也可以来一顶，带着家人享受生活，最多不过500块吧。于是当即去了迪卡侬，结果我买了帐篷、天幕、防潮垫、充气垫、烧烤架、卡式炉、折叠桌椅、露营车和露营灯。在销售员的美言撺掇下，我真把自己当成了成功的中产，500块的预算也变成了5000块的消费，以至于到现在吃泡面我都没敢加蛋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星河百度。今天咱们聊聊不知不觉掏空钱包的6种消费需求。2023年还剩不到100天，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如果你想减肥，但你首先想到的不是每天跑多少公里，每天锻炼多长时间，而是想着挑一双骚气的跑鞋，或者给自己配一台跑步机，那你就是借减肥的名义花钱。虽然你可能觉得买了装备就能坚持跑步了，但实际情况你比谁都清楚，这些装备并不能增加你的动力。你要真有决心和毅力，穿皮鞋也不妨碍跑步。这是典型的用消费代替本该付出的努力。我以前就怀揣着这种不要脸的幻想，就是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能怎么样，买了跑步机我就能跑步了，买了书我就能看书了。结果呢，跑步机放阳台晾衣服，那些书我也都没拆开过。说到底还是自己不想努力，拿消费当缓兵之计。而且很多时候改变自己的想法只是一时兴起，等买完了装备3分钟热度也就过去了。所以这种需求并不是真的需求，是意淫出来的，它也并不能让我们变好。该不健身还不健身，该不看书还不看书，不管花多少钱还是那副死样子。有些事情消费只能锦上添花，不能力挽狂澜。你想拥有健康的好身材，你就得长期坚持锻炼身体，而不是办卡买跑鞋。你想有学识有智慧，你就得不停地学习阅读，而不是买 Kindle 盖泡面。你想学一门技能，你就得花时间精力练习，而不是盲目报班买资料。消费不能让你变好，该付出的努力一点都少不了，不然后悔的是自己，空虚的是钱包。经过帐篷事件，我发现一切用来标榜生活的消费，都是消费者在资本的蛊惑下心甘情愿的打肿脸充胖子。买的咖啡机在家喝现磨咖啡叫精致，每天出入高档餐厅穿奢侈品叫高级。消费一旦被用来定义生活方式，人们就会把我拥有什么，我买得起什么当作获取社会认同的手段。只能买100块的衣服就是穷屌丝，买了1000块的衣服就是中产了，买得起1万块的衣服又成功跨越到了富裕阶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互相攀比，超前消费，出淤泥而层林尽染。因为大家都认可，在消费市场中，谁有能力买得多买得贵，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高，也就越幸福。这是资本最乐意看到的。消费者按消费能力把自己分成了3、6、9等，商家只需要在商品定位上也分成3、6、9等就可以了。不同定位的商品收割不同层级的韭菜，而且有了等级，自然就形成了鄙视链，消费者也就有了向上试探的动力。再加上支撑幻想的信用卡，这些也有了超前消费的底气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把当下称为消费者社会。在这种社会，能定义一个人的不是工作能力和社会贡献，而是消费水平。只有消费能跟自我实现、社会地位和人生幸福画上等号。所以大家为了在消费市场中证明自己，愿意被剥夺时间，被压榨劳动，在格子间里拼命工作。但即便再怎么努力，也赶不上逐渐膨胀的欲望，挣得多花得更多，成为鲍曼所说的新穷人。我之前因为经常熬夜写稿，有时候会胸口闷、心脏疼，我也怕死，就赶紧买了辅酶 Q10，熬夜前吃1粒。结果吃了之后，胸口更闷，心脏更疼，这哪是救我命，简直是要我命，吓得我赶紧扔了，连续早睡了1个星期才逐渐缓解。人到中年就特别容易陷入健康焦虑，重视健康问题没有问题，但问题在于，即便察觉到了这些小问题，我们也不愿意去改变作息，注意饮食，加强锻炼，反而是开始搜各种有用没用的保健品，
哪些对心脏好，哪些对大脑好。这种做法简直就是给商家送人头，因为消费者没有痛点，商家就没办法有针对性的洗脑。现在我们有了焦虑，他们只需要借坡下驴，迎合我们的需求，然后掏空我们的钱包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保健品的产品成本不足销售价格的 10%， 也就是说，我们花出去的大部分钱并不是用在交换健康上，而是被用来做营销、铺市场，制造更多的健康焦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知识焦虑、容貌焦虑、教育焦虑。只要有焦虑，在资本看来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。比如教育焦虑，绝对是最烧钱的，各种各样的辅导班，一家严重的学区房，还有焦头烂额的孩子们。有时候想想都觉得现在的孩子比大人更可怜，毕竟大人也就是多花点钱，孩子却要一直承受被大人转嫁的焦虑情绪。对于一个消费品来说，你使用的频率低，它消耗的速度就慢，这是商家不愿意看到的。为了加快消费者消耗商品的速度，商家真的是脑洞大开。我上大学那会儿，市场营销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，一家卖牙膏的公司遇到了销售瓶颈，老板就在员工中征集不牺牲利润又提高销量的方案。众人一筹莫展之时，有个人提了一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，把牙膏管口口径扩大1毫米。消费者不会注意这个细节，每天还是挤出同样长度的牙膏，但实际的消耗量却增加了。他们消耗的增加就是牙膏销量的增加，这是个真实的事件，以至于后来所有的牙膏厂商纷纷效仿。20年过去，市场上销售的牙膏口径已经从最初的4毫米扩大到了8毫米，而消费者却始终浑然不知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察觉到了，少起一点钱也就省下来了，但计划报废的手段就是赤裸裸的霸王条款了。像之前的手机那绝对是耐用品，但现在的厂商会通过2个手段让你的手机强制报废。第一个是提高更新换代的频率，即便你手机没坏，他们也会通过软件技术消耗掉手机的硬件性能，所以你用着用着就卡了、慢了，想换了。第二个是提高维修成本，换个屏幕相当于手机售价的1/3，再加上旧手机折价的诱惑，大部分人也就理性的决定换个新手机了。资本的狡猾之处在于，看似把选择权交给了我们，但实际上我们没得选，只能跟着他们的节奏，加快消耗速度和消费频率。拿铁效应就是生活中那些零散琐碎又可有可无的支出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钱，积累起来不知不觉就成了我们的消费黑洞。它会造成一种现象，就是薪水也不低，平常也没买什么东西，但钱就是莫名其妙的没了。举个例子，一杯20块的咖啡，每天一杯的话，1年就是7300，相当于普通白领1个月薪水了。起初我觉得就20块钱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总不能为了省20块钱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吧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拿铁效应的陷阱不在于每天一杯咖啡这个习惯，而是被这个习惯提高的生活要求。这种不在乎小钱、不妥协细节的态度会体现在方方面面。比如每天打车上下班，出租车费可能也就30-40块钱。比如在各平台追剧，每月的会员费不过20-30块钱。再比如平常刷购物网站，买一些看似有用其实没用的小东西，每次付款我们甚至都不会看一下支付金额，但到了要还花呗信用卡的时候，都会惊叹这个月我都买了啥，怎么花了这么多。就是因为这些钱都是边边角角，小的不值得关注，我们才会放松警惕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每月的账单，可能不经意间就买了很多杯拿铁。当然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并不是说为了省钱就必须消费降级，只是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支出上，我们可以留意一下。这笔钱攒下来虽然不能改变我们的现状，但至少能在我们不时之需时解决燃眉之急。前段时间某主播因为79元的眉笔翻车，让很多人看到了直播行业的带货逻辑。正常39元的眉笔被主播强制抬到了全网88元，然后在自己的直播间为粉丝争取79元的最低价。一个字，绝！在所有的销售渠道中，直播可以说是最会煽动情绪的一种。那些口口声声叫粉丝家人的主播，几乎运用了所有销售心理学来操控粉丝的购买行为。比如找一些成本极低的商品免费送作为钩子，粉丝会觉得主播是真的为家人谋福利。一旦有了这种想法，就掉入了互惠原理的陷阱。他们会觉得拿人手短，自己也要付出一些。另外，来都来了，趁着便宜不如多买点，这又掉进了登门槛效应的陷阱。
嘴上说随便看看，但不知不觉就越买越多。再比如，主播在卖货时总是会营造两种假象，限时和限量，这是稀缺原理。当一个东西稀有时，人们就会珍惜；当意识到自己会错过它时，就会更珍惜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不管这个东西有没有用，自己都会有购买的冲动。我们作为旁观者可能会纳闷，直播的东西既不好也不便宜，那些人就不知道吗？他们可能知道，但他们愿意相信自己的主播，这又是喜好原理。当粉丝喜欢主播的人设后，主播所说的一切粉丝也会相信。所以与其说粉丝为商品付款，不如说是为自己喜欢的人设买单。有句话是，人生中 80% 的困难可以用钱来解决，剩下的 20% 可以用钱来缓解。所以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，钱最大的作用不是增加快乐，而是降低困难。而如果我们可以不通过消费获得快乐，或许我们的困难就少了很多，也能体会到真正的快乐。